阿行，我的确有不可说的苦衷，事后我会告知你原委，求你这次饶了我。老师10年前为治水舌战群臣时没有发过刀，保护我不受大人欺负时没有求过人，可他现在在发刀，再开口求我。此事结束后，你要告诉朕一切，莫要再独自冒险。若你出事，剜心之痛，朕受一次就够了。朕会增派暗卫，若你遇到危险，他们会保护你。阿行，我想你成为真正的明君，可你若知道了紫银毒杀我的事，你又该如何抉择？所以，我来查清这件事情。阿行，我来替你背负。怪事，刚才拉开老师的衣服时，他的腰背上有手指留下的痕迹，那痕迹重而粗大，只能是男人的手。是谁碰了老师？听密探说，他今日和仓木在马车内逗留良久。难道是仓木？他还对老师做了什么？还以为老师回到朕身边后，朕就能松一口气，不必再去想每天剥谁的皮，抽谁的筋。将军，会试都已安排妥当，此次入围的将会有7成都是愿为萧王效力之人。只是会试名单上还有陛下的南妃陆子吟，我担心此人会干扰将军和萧王的计划。就凭他？那人毕竟是陆书雨的弟弟，或许……你觉得我斗不过陆书雨的弟弟？那人是有些小聪明，但也就是个陪皇上玩的少爷。他以前不学无术，现在又能翻起什么法了？倒是你，这个车让我撬，废物走到哪儿都是废物。将军恕罪，我错了。镇远军的规矩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只要进了镇远军，长官是主人，兵卒是牲畜，只许服从，不许违逆。牲畜就得有牲畜的样子。是，多谢将军管教。啊，衣服里怎么会缝着纸条？沈彦琪，若是需要帮助，到城西杏林药铺找杏林医。这个字迹我认得，以前我给陆大人做侍从的时候见过他写字，也是这样纤细却有力。想必是陆大人发现我不见了，在我的旧衣服里留下了信息。之前入宫选妃的时候，我那般刁难陆大人，还使他在琴艺比试上出了糗，没想到他却愿意想办法帮我。大白天点什么蜡烛？王府里什么好东西没有？旧衣服的内衬破了，我扯掉烧了。非要宝贝你这几件旧衣服，早让你扔了，缝缝补补上不了台面。都是前些年大人赏的，是好东西，舍不得扔。不过是几件破衣服罢了，不穿也罢。毕竟，终归是要脱下来的。过几日就是春闱，我要忙一阵子。这次事情若成了，朝廷里边都是我的人手。宋昭行在那个位子上能坐几天，都是我说了算。这些天老实点，等我回来后，你便搬到我房里住。是，都听大人的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非得挨了一顿教训才听话。可是大人，我想离开这里，此生再也不见你。只是这么走进来，我便看到好几个去过萧王宴会的人。这次考生中，至少有一半牵扯到了萧王。阿行早就知道了他们的动向，想必早有准备。我现在不必担心，替紫莹取下功名便是。会试第一场开考。精彩绝艳，真可谓是精彩绝艳！若能有如此才学之人入朝为官，我朝定能兴盛啊！能得祝大人如此夸奖，一定非同凡响。此人文风颇有已故的陆书与陆大人的风采。难道是陆子吟？将军不是说他只是个草包吗？卷面行文中也没有萧王党特定的书写符号。下一轮便是殿试，若是让其他人进了殿试，萧王党提前定下的前3甲可就危险了。
会试通过后，便是殿试。殿试阅卷交由主考官负责，3日后便出了成绩。一甲进士3名，状元唐之伟、榜眼季芳、探花齐真中；二甲进士36人，三甲进士20人，尚有100人在殿外恭候圣恩。1甲3人，果然都是萧婉的犬马。我身后的2甲3甲中，又有多少人会和萧婉有牵扯？阿行自那天夜里离开后，再也没有见过我。我自知有事瞒着他，也不配对他多嘴。只是现在如此行事，我实在担心。此前殿试，阅卷官呈上的答卷良莠不齐，可见朝中选才之弊已深。请陛下为1甲进士封赏。且慢，朕看过各位进士的答卷，颇为精彩，令人意犹未尽。朕现在要再出一题考验各位计入殿试成绩。什么？从未有过如此！陛下万万不可呀！名次恐怕要重新洗牌。陛下，我朝举行科举以来，从未如此破例，如此，怕是会坏了祖宗之法。朕早知道会有人拿宗法来压朕，朕请了前朝帝师，任太史令编纂史书20年，高老的经学名家苏玉洲苏老，由他主持出题评卷，各位可还有意见？臣不敢。看来宋昭行已经做了万全准备。来人，给殿内学子上桌椅执笔。陛下，此为老臣批阅过的全部答卷，排名也出来了。此次家试的第1名是谁？回陛下，是南城陆家的次子陆子吟。他的特问气象浑厚，见微知著，颇有其兄长陆书宇的遗风。哥哥，你真厉害！你夺走了我的身体，还要让我成为你的影子吗？子吟，我是想帮你取得功名。那之前的1甲3人成绩如何？此次家试中，状元名列28名，榜眼和探花均在30名之外。若是当真有才学，临场考试怎会考出如此成绩？无能之人位列1甲，这就是本朝的科举吗？到底是谁混进了这几个废物？是谁在愚弄朕？陛下饶命，小人不敢。陛下，臣有事上奏。李清请讲。臣要告发仓木将军参与科举舞弊。之前殿试的答卷密封在皇宫内库之中，只有陛下及我们几位考官才可入内。但臣曾亲眼看见，仓木将军曾向内库守卫亮出陛下贴身玉佩。他不仅私自出入内库，还带出了部分卷宗，定是偷换舞弊。只要陛下传令搜身，定能在他身上搜出玉佩。来人，搜身！陛下，此乃您贴身之物。仓木，朕的贴身玉佩为何在你身上？见此物如见朕本人，你又为何持玉佩出入皇宫内库？怪不得黎江月今日上朝前行为反常。前几日殿试后，他受我安排去调换答卷。他虽然是主考官之一，但也不能私自进入内库，因此皇帝的玉佩一直在他手上，作为出入内库的凭证。他此时敢告发我，定是早就和宋昭行串通好了。今早上朝前，他突然装出一副吓破胆的样子来找我。将军，殿试成绩今日便出了，这玉佩贵重，我归还于您。你打我也好，拿鞭子抽我也好，我偷换答卷就已经吓破了胆。做都做了，现在怂什么？从我军营里出来的人，你是最废物的一个。玉佩我收着，保不齐萧王还用得上。罪臣仓木既然无话可说，那就押入天牢，给朕重重的审。是。两面3刀的贱人，我迟早会把你碎尸万段。将军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自始至终只是站在真龙天子这边而已。将军，一路走好。
仓木只是舞弊的其中一人，有多少官员协助他，有多少人收受贿赂，有多少人从中受益。诸位爱卿，从今日起，凡是和此次科举大案相关的人，朕会一个一个调查，掘地3尺，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乱臣贼子。陛下圣明。和此案相关之人，已按您吩咐斩草除根。杀不了的，也要让他们开不了口。都下去。外公，程燕，跪下！外公这是何意？你和仓木一起干的好事，春闱本是我们安插人手的大好机会，却被宋昭兴反将一手。你怎么对得起你母妃和安家这些年的筹谋？外公，我去世的母妃可曾知道，她只是您用来控制我的棋子。春闱计划是您决定的，仓木回京您也支持，甚至这个反将一军的宋昭兴，您也从未把他放在眼里。若要我向母妃下跪悔过，外公也该一起跪吧。我怎会交出你这种逆子？来人，把萧王拿下，送去思过堂反省。身为孙辈却忤逆祖父，实乃不忠不孝。不好了！国公大人和二殿下打起来了！二殿下连影卫都出动了。国公大人气得不轻。王爷怎么了？沈公子，您不可以出来的。王爷和国公大人若是决裂，无论谁掌权，府上所有人都会被清洗。你们如果惜命，就让我去见王爷。外公，您可还记得，我从小在您的教导下读策论、习骑射武艺，有多少个晚上诵书诵到呕血，身上又有多少伤疤，好了又添新的。您养出来的是虎口夺食的头狼，不是清华夫人的兔子。给我把这个逆子拿下，无论死活！国公大人不可！大人，让他进。你出来干什么？国公大人息怒，此事并非萧王殿下之错，王爷一心为大业谋划，都是我贪恋王爷的宠幸，屡次引诱王爷留宿。事发前一宿，王爷本该跟仓木将军商议，都是我，害王爷错过良机，误了大事。国公大人要是责罚，便将奴婢的命拿去吧，请国公大人莫要跟王爷生了嫌隙。程燕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这里没你的事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僭越？等我回去再收拾你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王爷，若是和国公大人决裂，您的大业该何以为继？有国公大人助力在，便多一份胜算。奴婢不愿看到王爷毕生追求付之东流。这些年来，您百般筹谋，习武落下一身伤疤，不都是为了那一天吗？外公，这次是外孙做错了，此事是我有些疏忽，这奴婢也给我惹了不少麻烦，之后我会好好惩治他。外公大可放心。外公知道你并非那般忤逆不孝之徒。程燕连我的话都不听，却被这奴婢劝他向我夫人道歉。难道他不只是随便玩玩，而是又玩物丧志，为这奴婢伤了心？你们都下去吧，我和萧王有话要说，你留下。程燕，如今你已经能够独当一面，外公从此不再干预你，只为你做些善后之事。督察院派了左都御史赵正平调查春闱舞弊案，此人行事刁钻，几个前朝积案都是在他手中破的。他若是狠心来查，你我都不安全。赵正平不结党也不贪财，寻常办法怕是拿不下他。我听闻他早年出入过南风馆，想必是嗜好鸾宠，不如找几个美貌男宠送去。我觉得你这奴婢最为合适。他刚才心思聪颖，愿意为了你舍身顶罪，把他送到赵正平那里。若是能得到宠爱，或许能引导赵正平成为我们的人。他恐怕不。奴婢愿意。你愿意？
能为王爷和国公大人助力，是奴婢的荣幸。好一个荣幸！你就这么下贱，想去伺候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大烟鬼？程燕，你不同意，若是换成其他男宠，恐怕不一定能拿下这个赵正平。让他去，一个奴婢而已，自恋不可惜。既然如此，今日你便随我回去，我稍作打点，过几日送你去赵正平府上。是。你去地牢见苍木是吗？我的确去地牢见了苍木，他身陷囚笼，正是容易打探机密的时候。我本想再套出一些关于紫银的情报，可是我却没有想到，他只入狱1日，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对重犯用刑，是规矩还是陛下的意思？对重刑犯素来如此，只是往常都要先询问几日再用刑，但陛下特意吩咐，对此人不必留情面，当日便可用刑。我有些事想问苍木。朕知晓了，还没到你把一切都告诉朕的时候，对吗？我今日过去，苍木一直昏迷着，和我一句话也没说过。阿行，苍木被用刑昏死过去，甚至断了一臂，你可知这件事？你是想问，是不是朕下的命令？是朕下的命令。他若是看了哪里，朕就挖掉他的眼睛。他对你动过手，朕就折他一只胳膊。阿行是皇帝，难免要用狠辣手段，可他这样子，却让我忍不住害怕。老师，你尝尝这个。难道你还在想苍木的事？用不用朕帮你砍掉他的腿，让他把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你？我不需要。若是你要严审苍木舞弊的事，按朝廷规矩就好。朕都依你，你便不会再想苍木的事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阿行，你要干什么？该怎么才能让你心里只想着朕一个人？我何时想过别人？还没结束。